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频道。那看刚才的那一系列的开箱，大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今天的主题呢？对，我们今天就来测评一下 HelloFresh。那我这次呢订的是2个人每周3份的食材，也就是一共可以就是六个 serving。理论上来说呢，这样子会给我们平时就是做饭省去一定的时间。这个服务的原价呢应该是$50以上。另外他还要收取10块钱的运费。那我第一次这一周的话总共是付了25块钱，应该是半价优惠。那现在呢正好第一周我是用完了，所有东西呢都是有两面性，有好的有不好的。那到时候在做菜的时候呢，我再跟大家来仔细说说这两面性的问题。那首先呢，先带大家稍微看一看这个 HelloFresh 的这个 app。 订阅了它的服务以后呢，你在进入 app 之后可以提前把每个星期的菜都选好，从上到下来预览它这一周所提供的一些菜单。它也可以在提前一定的时间下，你可以选择下一周跳过它的运送服务，也可以随时取消它的订阅服务，只是它会有一个截止时间。整体的 app 的操作也是挺简单的，也可以随时更改下次运送的时间，比如说每周一还是每周日。那接下去呢，就给大家看看我订阅它服务的第一周选择了哪3种菜品，包括它的一些制作流程，非常简易的带大家看一看。哎呀，有3个 recipe 在我面前，我怎么选呢？告诉大家，40分钟、50分钟、35分钟。好了，那就是你了。今天比较累，就做这个啦。那个东西把它拉下来。看小柠檬它是怎么控制住的，那么小。我不知道大家收到的土豆是不是也跟我这样那么的迷你土豆呢？第一方面我觉得它的食材可能是非常的有机，非常的好，但是呢在另一方面我们都是要做削皮这个动作的，那么多的小迷你土豆呢，的确让这个事情复杂化了。它给约定了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也要抱怨一下，就是我所想象的他给我准备好的食材其实都是切好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内的超市看到过，就是一盒一盒包装那种卖的准备好的食材都是切好洗好配好的。我最初以为就是东西买来之后直接可以往锅里一丢一炒就好了。它就不能帮我们切一下吗？很奇怪。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就是虽然它有配一些调料，但是最基础的像黄油、盐和胡椒粉这些，它是觉得每个人家里都有。它炒到 golden brown， 牛油果油。那在我做这一餐的时候呢，因为是第一次使用，所以多少还有一些兴奋感在作祟。虽然我选的这一份餐，它所需要的时间其实是3份里面最短的，但是整体做完它的时候，我感觉还是比较的累。那我个人总结了一下呢，觉得呢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会做菜的人，然而做这一顿餐我需要一直看它的食谱，一直看它所提供的步骤，所以从头到尾这接近1个小时都是属于一心两用的状态。这样的做菜体验呢，是不如像自己平时任意随意的发挥。但是万幸的是呢，今天这一份虾肉三明治套餐，不管从看还是吃，最后的成果的体验还是不错的。就这样凹个造型，放在外面卖，这一盘不得花个$20吗？其实没想到味道挺好吃的，柠檬放在虾里头，很棒。这是3道里面的第1道菜。今天打算做这个，准备15分钟，要做50分钟。包食材还有1板牛肉，我们就快速的做一做吧。我对这个大小的土豆真的已经生无可恋了。芹菜、胡萝卜、洋葱都切成了丁，好累啊。然后他说要把这个叶子取下来，
真的是雪花飘飘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土豆还在做，这边开始要起锅，牛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调料的灵魂：盐、胡椒和黄油。经过连续2天的这种西餐式的烹饪，我已经彻底发现了西餐的灵魂：盐、胡椒粉、黄油；烹饪中餐的灵魂：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。还好他没有默认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个奶酪。看到没有？上面有点 brown， 有点 brown。这一道我是真的很喜欢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如果没有食谱的话，我自己肯定是做不出来的。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份了，然后食材比较少，这么一点食材，当时一度怀疑自己被骗了。从小都是吃中式菜肴长大的我们，你可能很难想象，这个米饭是我用小锅加水煮出来的。我是非常建议，如果家里有电饭锅的大家，要慎重选择这种带有米饭的食谱。当我看到他让我那样做米饭的时候，我真想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。最后呢，做个总结，纯属个人的看法。如果你是擅长烹饪的人，大可不必订阅这个服务，边看食谱边做菜会让你抓狂。如果你的工作超级忙，大可不必订阅这个服务。洗菜、切菜、备菜的工序没有节省出很多时间，比拳头还小的土豆真的不好伺候。胃口好的大可不必订阅这个服务，一个人2份也不一定能吃饱。想节约食物开支，大可不必订阅这个服务，光看食材并不实惠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试试这个服务呢？好奇心重的你，想控制饮食摄入分量的，享受用5块钱的食材做出一道像西餐厅出来的菜品并发在朋友圈上的，想没事找事的，或者是突然发现不想吃家里的，又觉得一直吃外卖不健康的，其实呢都是还可以试试的哦。